歡迎嚟到懸疑檔案。美國經典電影《The Truman Show》講述咗男主角一直都活喺一部全球收睇嘅真人 show 入邊，全世界只有佢自己唔知道自己就係呢場 show 嘅主角，亦都唔知道佢身邊嘅所有人事物都係虛假噶。2003年，英國 Manchester 就發生咗類似嘅案件，一名青少年喺後巷度俾人用刀捅傷。兇手直到上庭嘅時候，先至驚覺自己一直都活喺真人 show 入邊，令人感到匪夷所思。而家就等我哋先返到2003年，睇下當年到底發生咗乜嘢事。2003年6月29號夜晚大約8點，警方收到咗一通報警電話，報案人係16歲嘅 Mark。佢表示佢14歲嘅好朋友 John 喺後巷度俾人捅傷咗。當警方同救護車到達現場嘅時候，只係見到 John 身受重傷咁瞓喺血泊中，已經陷入咗昏迷。於是佢哋即刻送 John 去醫院。John 嘅身上總共有2處刀傷，其中一刀擊中咗心口，而另一刀就擊中咗腹部。John 腹部嘅傷口有6寸深，直接刺穿咗佢嘅肝臟同埋腎臟。嚴重嘅傷勢導致醫生必須切除佢嘅膽囊。John 喺手術台上大量失血，不斷喺鬼門關度徘徊。好彩嘅係 John 最後都係保住咗條命。與此同時，警方封鎖咗案發現場，並同 Mark 錄咗口供。Mark 表示，當時佢同 John 一齊行入咗後巷，之後一個着住黑色衛衣、睇起嚟大約20出頭嘅男子就突然用刀襲擊咗 John， 跟住就迅速逃走咗。警方即刻通過各方媒體提醒大眾小心呢個黑衣人。由於案發現場附近有一間人流好多嘅商場，所以警方就詢問咗商場嘅人群，但係就冇人見到呢個黑衣人。之後警方 check 咗後巷附近嘅 CCTV， 其中一個鏡頭咁啱影到後巷嘅入口。詭異嘅係，除咗 Mark 同 John 之外，根本就冇第三個人進入過後巷。點解 Mark 要講大話呢？佢到底喺度隱瞞緊啲乜嘢？呢個時候 John 嘅情況逐漸穩定，並喺病床上接受咗警方嘅問話。一開始 John 表現得吞吞吐吐，似乎有啲乜嘢難言之隱。喺警方嘅不斷追問之下， John 先至終於同警方坦白，襲擊佢嘅人並唔係乜嘢黑衣人，而係佢嘅好朋友 Mark。根據 John 嘅講法，佢哋行入後巷之後， Mark 就突然間喺佢嘅心口度捅咗一刀，並同佢講咗一句：我愛你，兄弟。John 仲未嚟得切反應， Mark 又喺佢嘅腹部捅咗一刀，成身都係血嘅 John 瞓咗喺地下。佢強忍住劇痛，懇求 Mark 幫佢叫救護車，但係 Mark 對於佢嘅請求無動於衷。之後佢就慢慢失去咗意識。有咗呢份證詞之後，警方即刻就以企圖謀殺嘅罪名逮捕咗 Mark。但係 Mark 嘅動機究竟係乜嘢？16歲嘅 Mark 嚟自一個普通嘅家庭，佢係屋企嘅獨生子，自細就好得人錫，日子亦都過得好幸福。雖然佢嘅學術成績普普通通，但係佢就立志要喺高中畢業之後進入商學院，並希望日後可以揾到一份穩定嘅工作。Mark 喺學校嘅操行好好，從來都冇惹過麻煩，所以好受老師嘅歡迎。另外Mark 亦都好中意踢波，佢喺綠茵場上嘅英姿亦都吸引咗好多女同學嘅目光。不過怕醜嘅 Mark 就唔係好識得同佢哋交流。2002年 Mark 嘅父母買咗一部電腦俾佢做功課。當時 Mark 第一次見識到網絡世界嘅強大。佢只要連接網絡，登入聊天室，就可以同世界各地嘅人傾偈。呢個時候網絡就好似係 Mark 嘅安全網。佢可以隔住電腦銀幕喺聊天室度暢所欲言，唔需要睇其他人嘅面色，亦都可以更加舒服咁做翻自己。2003年2月 Mark 加入咗一個名為曼徹斯特青少年嘅聊天室。呢個時候，一個叫做 Rachel 嘅少女進入咗聊天室，並介紹咗自己。Rachel 今年16歲，喺當地嘅一間健身室度工作。Mark 好快就被 Rachel 迷人嘅頭像所吸引，並鼓起勇氣 PM 咗 Rachel。Rachel 似乎亦都對 Mark 好感興趣，佢哋就咁樣連續喺網上傾咗幾日偈。幾日之後，
14歲嘅 John 亦都加入咗聊天室。John 係 Rachel 嘅繼細佬，佢好有禮貌，學術成績亦都唔錯，但係佢就經常俾同學霸凌，並對佢嘅心理造成咗好大嘅創傷。喺 John 4歲嗰年，佢偶然發現一直以嚟同佢一齊生活嘅爸爸，並唔係佢嘅親生爸爸。佢嘅親生爸爸有家暴史，仲曾經嘗試將當時啱啱出世嘅 John 拐走，所以媽媽先至會離開佢。然而呢個繼父亦都唔係乜嘢好人，佢經常吸毒，並喺 John 7歲嘅時候突然拋棄咗佢哋兩母子，不辭而別。呢件事深深咁傷害咗 John 媽媽嘅心，佢終日以淚洗面，導致 John 亦都漸漸變得抑鬱。之後媽媽有過好多段無疾而終嘅戀情，直到 John 11歲嗰年，媽媽同一名水喉工，亦即係 Rachel 嘅爸爸結婚，佢哋嘅日子先至漸漸穩定落嚟。但係 John 硬係覺得比起自己，媽媽似乎更加着緊繼父，令佢嘅心非常難受。佢甚至會將耳仔貼喺父母間房出邊，偷聽佢哋有冇談論自己。2003年 John 嘅媽媽買咗一部電腦俾佢，而佢亦都透過 Rachel 喺聊天室度認識咗 Mark。John 同 Mark 志趣相投，佢哋都中意踢波，亦都中意電影《足智雙雄》。佢哋有時會打開 webcam 一齊打機，亦都會傾一啲18禁嘅話題，所以好快就成為咗好朋友。與此同時 ，Mark 亦都鼓起勇氣向 Rachel 表白，而 Rachel 亦都開心咁接受咗佢。之後 Mark 打算約 Rachel 出嚟見面，為咗遷就 Rachel 嘅時間 ，Mark 甚至願意為佢走堂，但係 Rachel 都係以行程忙碌為理由拒絕同佢見面。2003年4月3號，一個叫做 Kevin 嘅青少年加入咗聊天室。Kevin 喺聊天室度使用粉紅色嘅字體，並表示自己係一個同性戀，有戀足癖，而且仲係一個跟蹤狂。一開始聊天室入邊並冇人將 Kevin 嘅說話當真，直到有一日 Kevin send 咗封電郵俾 Mark， 佢話自己已經綁架咗 Rachel， 並威脅 Mark 打開 webcam 表演自毒俾佢欣賞，以換取 Rachel 嘅安全。響呢件事之前 John 曾經同 Mark 提過，佢硬係覺得有人喺度偷偷跟蹤佢同 Rachel， 所以 Mark 當時並冇懷疑 Kevin 嘅講法。為咗保護女朋友， Mark 唯有照做，滿足 Kevin 嘅要求。呢件事令 Rachel 十分感動，佢知道 Mark 係一個值得信任嘅人，所以就約咗 Mark 喺幾日之後出嚟見面。當日 Mark 喺屋企度搭咗40分鐘嘅巴士嚟到咗約會地點，佢緊張咁喺嗰度等咗好幾個鐘，但係 Rachel 就冇赴約。失望嘅 Mark 返到屋企之後，即刻就打開咗電腦 send 信息俾 Rachel， 希望可以知道佢失約嘅原因。但係佢冇等到 Rachel 嘅回覆，反而收到咗跟蹤狂 Kevin 嘅電郵。Kevin 表示 Rachel 已經被一班人凌辱致死，並喺電郵度向 Mark 描述咗殘忍嘅作案過程。Rachel 嘅離開對 Mark 造成咗好大嘅打擊，佢變得十分抑鬱，成績亦都一落千丈。但係佢唔夠膽報警，亦都唔夠膽將呢件事話俾父母知。好彩嘅係，同樣失去咗家姐嘅 John 喺呢段艱難嘅日子度同 Mark 互相扶持，並陪佢慢慢走出咗傷痛。之後 Mark 又喺聊天室度認識咗一個叫做 Lindsay 嘅女子。Lindsay 同 Mark 傾得好投契，雙方都對彼此產生咗好感。喺 Lindsay 主動向 Mark 表白之後，佢哋就自然咁喺埋咗一齊。跟住 Lindsay 就向 Mark 拋下咗一顆震撼彈。佢表示自己係 MI6 嘅初級特工，而佢加入聊天室嘅目的就係要保護 John， 因為 MI6 已經知道咗 Kevin 嘅所作所為，但係 Kevin 喺殺人之後就消失咗，所以佢哋希望 Mark 可以幫手，同佢哋一齊將 Kevin 繩之於法。不過呢個任務必須要秘密進行。Mark 唔可以同 John 講呢件事，亦都唔可以俾佢知道自己被 MI6 保護。Mark 已經失去咗 Rachel， 佢唔想再失去 John 呢個好朋友，所以就答應接受任務。幾日之後嘅4月27號 ，Mark 收到咗 Lindsay 預先寫好嘅電郵，內容提到 Lindsay 喺執行任務嘅時候不幸殉職，並指示 Mark 接管佢嘅任務，繼續暗中保護 John。呢個時候
匪夷所思嘅事情發生啦。Rachel 竟然 send 咗信息俾 Mark， 並表示 Kevin 確實綁架咗佢，但係佢並冇死到，只係暫時陷入咗昏迷。Mark 知道咗呢個消息之後，感到非常興奮，但係佢好快就察覺到 Rachel 嘅講法根本就唔合乎邏輯，因為 Rachel 同佢講，佢喺醒返之後就誕下咗佢哋嘅 BB。事實上 Rachel 只係失蹤咗幾個禮拜，而佢哋亦都只係喺網上認識咗幾個月，根本就冇出嚟見過面。Rachel 又點可能會誕下佢哋嘅 BB 呢？呢個講法不禁令 Mark 懷疑呢啲信息到底係咪 Kevin 冒充 Rachel send 俾佢噶？不過喺 Mark 得到答案之前， Rachel 又再次消失啦。之後一個叫做 Janet 嘅女人喺聊天室度聯絡咗 Mark。 Janet 表示佢今年44歲，係一個房屋經紀，已婚，仲有2個仔女。不過呢一切都只係掩飾，佢真正嘅身份係一個資深特工，亦都係 MI6 嘅第3把交椅。Janet 稱佢已經喺聊天室度觀察咗 Mark 一段時間，並認為 Mark 非常適合做特工，所以先至會喺呢度招募佢。作為報酬， Mark 將會獲得數百萬英鎊、一張殺人執照，以及同英女王同埋時任首相等大人物見面嘅機會。雖然 Mark 一開始對 Janet 嘅講法半信半疑，但係佢最後都係被 Janet 說服，並接受咗招募。不過喺正式成為一名特工之前， Mark 必須先通過一連串嘅考核，而佢嘅第一項考核就係要保護一個叫做 James 嘅男子。Janet 表示，大西洋嘅海底有一個秘密金庫，入邊收埋咗價值5680億英鎊嘅寶藏。呢個寶藏對國家非常重要，而 James 就係呢個世界上唯一一個可以開啟金庫嘅人。Janet 提醒 Mark， MI6 已經喺四周圍設下咗眼線，密切觀察 Mark 嘅進度，並為佢嘅考核評分。Mark 喺拎到簡報之後發現，呢個 James 並唔係其他人，而係佢嘅好朋友 John， 所以咁樣亦都大大降低咗考核嘅難度。佢哋本來就係好朋友，就算經常喺埋一齊，亦都唔會令人起疑。跟住 Mark 收到指示，話 John 而家嘅處境非常危險，所以 Mark 必須即刻去到 John 嘅學校將佢接走。於是 Mark 就以 John 有牙醫預約為理由將佢接走咗。之後 Janet 又俾咗 Mark 一個新嘅任務，佢哋必須要令外人認為 John 係同性戀。雖然呢項任務非常荒謬，但係 Mark 都係冇質疑過 Janet。嗰個周末 John 咁啱邀請 Mark 過嚟佢嘅屋企度打機，並俾佢留宿一晚。當晚佢哋喺房度一齊睇成人影片，並做咗一啲越界嘅事。完成任務之後， Janet 通知 Mark， 佢已經成功通過咗考核，並會獲得50萬英鎊嘅獎勵、一支槍、一張殺人執照，以及同時任國防部長同埋首相見面嘅機會。跟住 Janet 突然問咗 Mark 一個沉重嘅問題，佢願唔願意殺害一個同佢非常親近嘅人。 Mark 諗咗一陣，並回答咗一句，我願意。之後 Janet 就俾咗 Mark 一個新嘅任務，佢必須要解決 John， 因為 John 嘅腦入邊生咗一粒腫瘤，已經時日無多啦。與其俾佢繼續咁痛苦落去，不如送佢一程，等佢走得痛快，而國家亦都可以因為咁而打開海底金庫，可以話係一舉兩得。當時 Mark 對 Janet 嘅講法半信半疑，所以佢並冇即刻應承接受呢個任務。幾日之後， John 喺聊天室度同 Mark 傾偈。John 絕望咁同 Mark 講自己嘅腦入邊生咗一粒腫瘤。呢個時候 Mark 先至相信 Janet 並冇講大話，於是佢就決定接受呢個任務，並同 Janet 討論咗行動細節。Janet 指示 Mark 去到指定嘅商店購買刀具同埋手套，並要求 Mark 喺安靜嘅地方喐手。佢仲提醒 Mark 喺喐手嘅時候一定要同 John 講我愛你，跟住就等佢慢慢失血身亡，然後先至打電話叫救護車，再虛構一個黑衣人兇手出嚟。另外 Janet 亦都向 Mark 保證，佢之後會混入警隊，並利用警察嘅身份將佢放走，所以 Mark 一定唔會有事噶。
事成之後，Mark 將會獲得8000萬英鎊嘅報酬，同埋一份正式嘅特工合約。跟住 Mark 就成為咗特工47695，並準備執行佢嘅第一個正式任務。不過，如果 Mark 喺行動嘅過程中聽到代碼6969嘅話，任務就必須要立即終止。2003年6月29號早晨11點，Mark 帶住 John 嚟到咗商店買刀，跟住佢哋就四周圍行咗成日。事實上，Mark 嘅內心一直都希望可以聽到終止行動嘅代碼，但係就一直事與願違。直到夜晚7點幾，Mark 終於鼓起勇氣執行佢嘅任務。佢同 John 行入咗後巷，捅咗 John 2刀，並等佢慢慢失血身亡。直到20分鐘之後，Mark 先至打電話叫救護車。喺 Mark 被捕之後，佢一開始否認涉案，之後先至表示佢嘅腦入邊有一把聲音指使佢去殺人，但係佢始終冇透露自己喺度幫緊 MI6 執行任務。佢一直相信 Janet 一定會出現，將佢救翻出去。1個月嘅時間過咗， Janet 依然冇出現。呢個時候，Mark 已經冇辦法再守住呢個秘密，所以就將呢個匪夷所思嘅故事話咗俾警方知。雖然警方認為 Mark 嘅講法好荒謬，但係佢哋都係拎走咗 Mark 嘅電腦進行調查。佢哋喺 hard disk 度揾到咗聊天室嘅數據，容量多達133個 G， 其中包括超過58000條信息，同埋一啲 Mark 自己拍攝嘅不雅影片。當時警方認為 Mark 可能成為咗戀童癖嘅受害者，但係佢哋好快就發現咗一個重要嘅線索。Mark 喺聊天室度最常聯絡嘅人有5個，佢哋分別係 John、Janet、Rachel、Lindsay 同埋 Kevin。雖然佢哋每個人講話嘅方式都有自己嘅特點，但係佢哋都咁啱將 maybe 串咗做 MYBYE， 睇起嚟根本就冇可能淨係巧合咁簡單。2003年10月，警方調查咗 John 嘅電腦，並發現有人用 John 嘅電腦以 Janet 嘅賬號登入咗聊天室。當時警方懷疑呢個 Janet 可能係 John 嘅屋企人，但係經過調查之後， Janet 每次上線嘅時間，屋企都淨係得 John 一個人，亦即係話 John 就係 Janet， 亦都係嗰個策劃叫 Mark 將自己殺死嘅人。唔單止係咁， John 仲喺聊天室度註冊咗193個唔同嘅賬號，其中就包括 Rachel、Lindsay 同埋 Kevin。之後 John 就因為煽動謀殺罪而被警方逮捕咗，而佢亦都成為咗英國史上第一個因為呢項罪名被起訴嘅人。至於 John 嘅動機，佢同警方講自己感受唔到家庭溫暖，喺學校又飽受欺凌，根本就冇人願意同佢做朋友。佢喺現實世界度揾唔到歸宿，所以先至會上聊天室尋求慰藉。喺網絡世界入邊，佢可以隨心所欲咁掌控一切，利用唔同嘅身份操控其他人嘅情感，令自己感受到被愛。但係隨住時間嘅推移， John 發現自己愛上咗 Mark。雖然佢哋喺現實世界度亦都確實成為咗好朋友，但係 Mark 就先後對 Rachel 同埋 Lindsay 產生咗感情，咁亦都令 John 對自己虛構出嚟嘅角色產生咗妒忌，所以佢先至會選擇喺網絡世界度將佢哋刺死。與此同時， John 亦都開始意識到自己所創建嘅虛構世界好似逐漸失咗控。佢唔可以俾 Mark 知道所有嘅事都係佢喺背後操縱噶，因為 Mark 一定會同佢絕交，而佢將會永遠失去 Mark 呢個好朋友。佢越諗就越變得抑鬱，所以先至會創造出 Janet 呢個角色，叫 Mark 解決自己。而佢最後嘅心願就係要聽到 Mark 親口同佢講我愛你。2004年5月18號，本案正式開審。Mark 喺聽咗檢控官陳述案情之後，佢先至第一次知道自己原來一直都活喺 John 為佢創建嘅虛構世界入邊。之後 Mark 同 John 都承認咗控罪。法官喺判詞度表示，本案令人感到震驚，因為佢涉及一個14歲男仔所創造嘅虛假人格、虛假關係，同埋為咗令自己
能夠被一個喺聊天室度認識嘅16歲男仔殺害而精心安排嘅事件。最終，Mark 同 John 分別被判2年同埋3年嘅監督令，禁止再同對方聯繫，以及禁止喺冇大人嘅監管之下使用網絡。由於本案嘅性質敏感，加上2個男仔都仲未成年，所以法庭下令禁止媒體將佢哋嘅真名公開，只能夠以 Mark 同 John 作為化名。據稱 John 之後接受咗心理輔導，並取得良好嘅進展，佢成為咗學校嘅高材生，並順利進入咗大學，仲有一個感情穩定嘅男朋友。不過網上並冇任何關於 Mark 後續嘅資料。